月之暗面第11章尾声。我还记得当齐浩洋看完整封邮件时的表情，应该和我差不多，有气愤和不解，也有无奈和惋惜。虽然对于周小飞的猜想我不置可否，但我还是原原本本地向齐浩洋叙述了一遍。起初我认为他肯定不屑一顾，所以特地强调那不是我的想法。可没想到的是，这个齐浩洋却突然改变了他一向的作风，这不禁让我大吃一惊。他又回过头看着那张由二进制转码再次排列形成的黑白图片，不住地咂着嘴。图片中的温燕玲玲珑可爱，端坐在录音室的控制台前，整齐的刘海落在额前，仿佛只需一阵清风便可吹动。一双剔透的眼睛似乎在凝视着什么令他极其开心的事物，嘴角上扬，露出了害羞般的面容。一个去世后的人在短时间内，大脑的确会释放一些活跃的电流。齐浩洋道。我却愕然地缓缓转过脸，看着他道：哈？是的，有这种可能。齐浩洋接着道，至少关于人脑的研究我们还所知甚少，所以不能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哦，你是怎么看的？我很想知道。我笑着问道。周小飞的方向和我是一致的。你知道电脑的核心处理器，包括储存设备，都是通过高低电压来表达和传输信息。也就是说，如果大脑释放出的电流能以某种形式让电脑硬件接收到，那么这种人脑和计算机直接沟通的方式就是可行的。别说一句话、一张图片，甚至一部凭空想象出来的电影都有可能。我不禁竖起了大拇指。其实我的意思并不在于他的脑洞让我佩服，而是他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一向刻板理性的人，突然改掉了对新奇事件的冷漠看法，就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却突然又皱起了眉头，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却道：不好说，可能是因为文生杰的事情让我感到难过吧。我一听便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事情都已成往事，不必再想太多了。况且那张图片充分表达了作为第一视角的文生杰对温燕玲满心满眼的爱意，而温燕玲也欣然接受了，之后便可以渐渐走出心理阴影，这已经是一个好的结局了。但齐浩洋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其实小孩就是成年人的缩影，做得不好再正常不过，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懂得那些？如果文生杰的母亲能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赞扬，哪怕是一句肯定也行，或许就不会酿成那个悲剧。也许现在周小飞花重金请的艺人正是文生杰，温燕玲也不需要逃避，甚至台里用的乐队就是那时的原班人马，这才是完美的结局。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谁也不是完美的，就如月亮一样，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亦有不堪入目的一面。月之暗面故事至此结束，欢迎订阅其他专辑，感谢各位的关注与分享，我是博文，下个故事再会。